人生能有多少个10年？10年，又有什么是不变的理想地？从初相识到共风雨，感谢你们1年1会的如约奔赴，赋予这个10年灿烂非凡的意义。我们一同朝真相出发，向正义前行，翻越云霄，漫游岛屿，乘坐风雪列车，打捞深海秘密。我们拨开小镇的迷雾，闯入城市的暗影。我们见证蔷薇的盛放，捕捉落日的余晖。324个小时，107个案件，66位伙伴。我们穿梭在过去、现在、未来，笑过、哭过、愤怒过、感动过，怀着对生命的爱意，将公平与法理归位。每一个鲜活的个案，才能够真正的使一部法律活起来。节目所关注的社会问题、法律规则，又是一堂很生活的法治公开课。法律所要做的是，我要鲜明地告诉你，我们赞扬什么，否定什么，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不仅是办案，更办理的是每一个人的人生。春暖花开将至，第10年的约定，是万水千山依旧，更是彼此见证新生。聚焦时代的脉搏，深入生活的机理，在跌宕迂回的故事中，紧握恒定真理，游历变幻人间，寻找通往希望的路，拾起驱逐黑暗的光。人生有许多个10年，但愿我们永远是大家的理想地。10年真心真意，拾取温暖光明，驶向繁盛远方，始终真心不改。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在哪儿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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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索在哪儿呢？太累了。外星人。电解质，累了充电，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累了充电，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累了充电，来瓶外星人。累了充电，来瓶外星人电解质水。本季大侦探规则升级，设置侦探排名榜。每期由代理会长根据游戏结果发放由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玩家根据徽章数量进行排位，最终侦探排名前4的玩家将获得本季名侦探俱乐部闪耀侦探称号。侦探徽章结算规则如下：单期投凶时，侦探可在2轮各投出1票，共计2票；其余玩家可在第2轮各投出1票。若检举凶手成功，投票正确的玩家各获得1枚徽章。侦探若2轮都投对，则额外获得1枚徽章。若检举凶手失败，则真凶获得6枚徽章。此外，每期将由内投选出1名 MVP 玩家，代理会长与玩家每人可投1票，
MVP 玩家将额外获得1枚徽章。代理会长作为侦探排名发起人，不参与最终排名。哇，是不是在等我？哇！哎，大家举杯！哎，大家举杯吧，举杯吧！今天我们之所以聚在这里，就是为了庆祝咱们欧蔷薇的人生大事。鼓掌！哎！恭喜！谢谢，太开心了，谢谢。啊，好久啊！好久。怎么回事？不胜酒力。既然欧蔷薇已死，就没有人能够阻止我占领安心了。什么？我怎么了？你说出来！哦，我的雷，雷在想什么？我的你有这女的没想到吧？你，我终于知道你就是这个卑鄙小人，偷偷的用你的指甲藏了毒，放在我的酒里面。哈，既然被你们发现了，那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拿命来吧！休想！杀我！啊！你们两个不要再打了！走！谁？你快来救我们！真！还有谁？打不过！你是我大哥！呀！一个能打的都没有！还有谁来阻止我占领 M 心？出来啊！还有谁？哈！你怎么有这玩意儿？你头上是什么？你头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别弄坏我的造型！这是什么？我认输！你头上为什么会有这个？这是我的天线！我认输！导演，我认输！看，都给我集合，站好了。可以吗，导演？可以吗？你们这个从头到尾演的是什么东西？你们有没有仔细的在读剧本？对不起，导演，我们做的不对吗？我们很认真呢，而且到现在这个真网红都没有出现，他对我叫了好久了，该他出场了，怎么回事？真网红，什么？不好了！啊！真网红死了！怎么可能呢？你们上来看一下，真网红真的死了！死了！我们要去看看，赶紧！死了！来了，我们这就上来！快上去看看！我们来了！导演别担心。哎呀，怎么办呀？他在哪儿啊？就在那里！哎呀，怎么办呀？真的！你别吓我，什么？哎呦！甄老师，
嘴巴是发紫。从这个他的死状来看，这嘴唇发紫，我就知道很有可能是这个中毒是吧？是，很有可能是一个紫色衣服的人干的。哎，导演，破案了吗？这样，我给那个皮总打个电话。皮总，喂，皮总，甄网红这个演员好像出了点意外，他那个没气儿了。好，那我们等你消息。皮总说让我们到那个1楼等侦探，一会儿侦探就来了。好吧。快点，我赶时间。是还能再快，我来漂移。啊！慢点开，慢点开，慢点开。看像不像螃蟹？像不像一个螃蟹往前跑？大螃蟹。你这我漂移不顾。师傅，您先上去吧。好，记得帮我锁车啊。好嘞，再见。天下没有散不开的迷雾，也没有解不开的难题。案情我已经了解，凶手就在你们6个当中。他们破案了，侦探。啊！侦探好，侦探好，有您来就行了，青天大侦探。了解，非常好。哎，听说我的本会在这附近。哦，你坐错位置了，你给我过来。对不起，侦探，你的 DNA 不能乱动。来，你的 DNA 乱动啊！真是气死我了啊！我帮你暖一暖座位啊。好了，是这样的啊，我是你们皮总重金聘请来的私家侦探。哇！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名字家喻户晓，世界闻名。啊！我叫莫斯。啊，那个福尔摩斯，福尔摩斯啊，我没有看过。福尔摩斯，对。现在是2051年的2月5日15点，半个小时前，在蔷薇别墅2楼的202房间里面发生了一起命案。死者呢是《蔷薇的故事》第5季的演员甄网红，尸体的口唇和手指发干，就是因为血液里面缺氧造成的皮肤青紫，看起来像是窒息身亡。嫌疑人就初步锁定在你们当中。我看到你被美到窒息了。真的，侦探，你来救救我吧，因为他们现在在他们几个心中，他们破案了，就是他。因为当时我们都在这里，他进这个屋消失了1分钟，结果人死了。你说这是谁干的？他们说嘴巴是紫色的，他的衣服是紫色的。所以呢，现在开始投票，然后我们搬笼子，好不好？开心吧？冤枉了！皮总给了你多少钱，你多少干点事儿吧。好吧。请你们依次介绍一下，从您先开始。哦，你就是带我来的呀？我你都不知道吗？咱们这一路的交情白费了吗？哎，来，向左看，我车速飙升；向右看，我饰演车神；向前看，你撞车了，我撞。您再往前看啊！我就是巴音布鲁克，永远的土。我就是张飙车，我是剧组司机，23岁。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飙车。他刚才一说我是向左的时候，向左看。好，下面到这位非常美丽的女士，您应该就是那位大女主吧？是哦，你说的没错。简单点，演戏的方式简单点。简单点，你又不是个演员。对，可台下的观众就我一个呀。赶紧给我进入状态！你现在炙手可热的女明星。对不起导演，对不起导演。好，再来一个啊！好，简单点，演戏的方式简单点，约好的剧情别改变。我只是个演员，爱炒作的别来沾边。我是这个戏的大女主欧蔷薇，我是欧主演。朋友们，这就是吃得苦中苦，哎呦，伺候人上人，人上人。太阳这么大，太阳这么大，我能这么大，我能这么大，我还能这么大，怎么当都不闪。行李那么重，我要这么搬，这么搬，怎么搬我都不下班。啊，好厉害！你是？我就是这个片场最牛的马。牛马。魏助理，20岁，正是打拼的年纪。魏主任，那我想问问，为什么你助理穿的这么的后现代？此时此刻，我是这个戏的客串的。你忘本了，口音呢？可是这部戏客串的 W 型的大反派，演技了得，演技了得，我很欣赏。哦，非常欣赏。美是我的外貌，人鱼是我的妆造，我的服装师的实力需要你们能 get 到。哦，服装师。我是龙服装，20岁。然后我也在这个剧里客串了一个有异能的美人鱼，这又是我发掘的一个客串演员。众人皆演员。侦探，我们剧组为了省钱，哦，懂了，所有的人都拿来用。那你演了吗？我也演了。我不能说导演，我也有机会。导演。这个也不错的 ，good I want you。good I want you。女生见我就尖叫，我是短剧的男1号。谢谢你们没有尖叫，是因为你们内心在咆哮，好吗？因为我拍短剧的时候，我要谦虚一下。我要跟大家说一句话，你们以为就是我喜欢拍戏，一朵花是不需要花店的，是花店需要花。谢谢各位。是的，我们非常需要。是的，明白了吧？这么有质感的吗？对，明白了吧？不是你们找我，是因为我的才华太横溢了，必须给你们做出一些剧里的东西。品质演员，品质。谢谢，谢谢，好棒。那导演您自我介绍一下。短剧是浓缩的人生，而人生又是浓缩的短剧。哇，好有哲理！别人躺平我赚钱，你的梦想我来圆。你们想不想红？来演我的戏，包你们能红10年。我来演导演，我来演导演。你们好，我是新导演，我是一个短剧导演，今年44岁，正是响当当闯荡的年纪。哇，导演才华横溢。那我们接下来飞快的说最后见到真是什么时候？案发的时候各自在干嘛？好不好？最后一次见到真是1点55左右，我看到导演和真上楼。哎，对。我们都是1点55分入场的，对，入场我们大家就各回各的房间。对，回来以后就去各自的房间休息了。对，2点整开拍的，拍到2点35。你们拍戏的时候，导演不用在现场，导演在2楼在看监视器，因为201是我的监控室。好，
中间他有跟你们对话什么的吗？没有，导演没有，导演静默式导戏。因为昨天晚上我们已经排过练了，排练过了。我们这出戏要一镜到底，中间不能卡。非常像情景剧那种一次的。对。这个戏里没有真。不是真是最后才出场。刚才我们就是打斗完了之后，真要来救我们。真，你快来救我们！结果我们在这里打斗完了以后，真就没有出现。这样，我觉得一切还是要正确说话。为了提高节奏，我宣布集体同时搜证。开心！哇！好，我们待会儿见。走。搜起来，搜起来，搜起来！又来到了我们外星人电解质水。好，朋友们，信封里面应该是我们这一次新的规则。外星人电解质，大侦探第10季，我阿外又回来了。阿外，本季依然由阿外陪伴各位侦探共同探案。搜证累了，充充电，电力十足不掉线。接下来，请一起来一瓶外星人电解质水充充电。谢谢。待会儿我们干杯饮用之后呢，要一起念出外星密语，点亮充电站，抽取由阿外舞动 buff 的外星充电机，赢得奖励。请各位注意，我们的外星密语依然是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来干杯！新的一季大侦探首案成功。好喝。好，点亮了，点亮了。依然是有西部我们的探案神器。来啊，那我就顺着拿吧。就顺拿呗。请导演您来，往上滑。我这个跳起来了，是我吗？外星人，电解质，累了充电，带你外星人。真的又是你啊！是我，耶！哇，你也太好运了吧！1号，我是2号，我是3号，我4，我5、6、7。好的，那我们拿着我们的探案神器，一起去现场集体搜证吧。来搜证了，朋友们。介绍我的家，你的家有多少个东西啊？你找呗，找呗。哇，我们的女1号，我们还有这副业欧尔拉面馆。牛肉包子铺，这是谁开的？刘昊然。怎么个事儿？啊，我的爱车，我的爱车，你都瘦了，我的爱车。搜证。好，我先去案发现场了，看看。这个休息室还是挺有艺术气息的，有非常多的画儿。哦，他正在画一朵蔷薇。啊，画得不错啊，确实嘴都是紫的，脖子上没有任何的伤痕。看看身上有什么吗？兜里，哎，有，应该是工作手环。还有什么？手机。他跟魏助理的一个聊天，迟发性溺水，表现为呼吸困难、窒息等症状。抽屉里面，哦，木水是彩色的木水。
像没什么了哈。现场没有挣扎的痕迹，客厅看看去。咱们司机朋友啊，感觉上非常清白，但是他其实很神秘。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这个车打开之后，嘿嘿嘿呀，我南北通透的。这一个车一个车翻，太不科学了吧？没有，哇塞，还没有。柜子呀，是不是？再没有生气了。哦，照相机，我的第一个线索出现。回放哦。来，走你。张飙车喜欢偷拍啊，这么来劲吗？嗨，弄半天他是个那个八卦记者。这个是油，这个汽油桶上有油是。啊！怎么这么多油啊？蹭他衣服上。啊！摊牌了。还有吗？哦，这儿有个。哦，3个字，他在干嘛？咱们这节目是在元宵节播吧？怎么这么多灯谜啊？从哪里搜起啊？怀疑谁就搜谁。我怀疑你啊，怀疑谁？你怎么就怀疑我了呢？刚也没说这茬呀。我怀疑辛导。辛导不但是有时间，他脾气还很暴躁。辛导有压力啊，这需要解压。辛导，我现在心情非常沉重。每日功德加3，怎么说？不是输密码，哦，是图片解锁啊，是一种新的解锁方式吗？每日功德加3，1、2、3，耶！蔷薇花开4季，一起期待最后绽放的美吧。新导演终于注册 MG 圈了，怎么第一条发的是蔷薇第4季的不录了呀？不录了是啥意思啊？就是没了。求求了，去拍第5季吧，不会有了。我再找找啊，行李箱里带有东西吗？你看，还得是行李箱啊。密封。真拼真能干，真的新目标。前几日，真网红深夜与陌生女子共语，2人举止亲密，醉酒，女人疑似从未露面的蔷薇导演，新导演，他俩，祝福哈，祝福。我目前比较怀疑的呢是荣小姐。我从心里深深的怀疑他到底是干嘛的。哈哈，让我看看你的小秘密都有什么。这什么啊？急爆男孩。哎呦，荣是真的粉丝。照片，各种跟拍。哎呦，真的是狂追。好赤诚。导演，这是谁的服装？这是荣，这是荣服装哦。魏助理，我看看他的吧，因为他们是贴身的嘛。生人勿碰，真哥专用。他是真的助理，他全都是给真准备的东西。大脑关机，排查私生。今天你录了吗？这个妆排得好满。摆布到位。他演过这么多戏吗？他好多什么加油表哥，他全都有，什么小伤感、小郁闷，
这都什么啊？什么？它这么红吗？它不红吧，但是有人卖吧？都没有密码。哎呦，他还给那个真网红 P 图呢，站姐吗？哎，有可能是他站姐儿。啊！还给人剪视频。哎呦，他还是他的剪辑师啊，铁粉啊，铁粉，又修图又剪视频。人参水，我居然又看到了人参水。一口晕头转向，2口不分东西，3口神志不清。你们都找到东西了，只有我。你问他，当面问当事人，你的东西在哪里？直接这么问合适吗？对，你说你藏哪儿了？魏助理，你的东西收得太严实了。真的假的呀？一个都没找着，真的。哎呦，肥嘟嘟好料，不重要的饲料公司。就是他给他那什么嘛，他给他下毒嘛，啊，对不对？一口急速涨标，肥美永不反弹。那为谁呀？他肯定给你那网红啊，那男的，让他。我知道了，他是不是用这个让他变胖？对，让他变胖，然后导演就不用他了。这么残酷吗？只是因为胖了也不用了呀？短剧可以演别人爸爸呀。哇，谁想演爸爸？谁不要演男一号？他跟说相声不一样，说相声都喜欢当别人爸爸。说我是你爸爸，我是你爸爸。你可真的。你怀疑谁？我想搜欧啊，我怀疑他呀。哦，大演员，男一号。大演员大身长。数来无报道，短剧一哥大演员。这儿有一个电脑，小经济的聊天记录。那个剧怎么样了？我准备好了，随时进组。对方表示可能不行，你被炒了。你们以为就是我喜欢拍戏？一朵花是不需要花店的。长效止吐药。带刺儿仙人掌，2月2号。我是比较怀疑欧的，因为欧跟真很微妙的嘛。未来横评一番，短剧女王。电脑密码提示：牙签走在路上看见什么，以为公交车来了。走在路上。哦，哎，牙签走在路上，看见什么，以为是公交车来了呀？大老师，您说。牙签走在路上，看见什么东西，他会觉得公交车来了。等我想想啊，易烊千玺，看见一个牙签走在路上，他看见什么会开心啊？牙签走在路上，不是易烊千玺走在路上。于谦走在路上啊？不是于谦，也不是牙签。牙签走在路上。牙签只有一个，他怎么走啊？对啊，他走在路上，他看到什么东西会觉得公交车来了？公交车牵车，前车之鉴。哦，你给点提示。哦，我求救我，求救我！一个动物。动物
牙签上车了以后是什么样子的？牙签上车，牙签还能上？你们俩说什么？公交车上很多根牙签是什么样子？都是牙签，大家都在剔牙。是你把牙签拟人化呀，一个动物，刺猬呀。哦哦哦！刺猬。对对，刺上好多牙签。对，因为看见那个刺猬，你这个破了吗？他在干嘛？哈哈哈！哎，来破这个，来破这个，来破这个。哪个？你看，这个是一个人站在吉普车前面，他在干嘛？他在找死吧？这个大儿你肯定能破，你仔细看图，仔细看图，仔细看图。拦路虎，对，拦路虎，拦路虎。厉害！郑满红说了，有些局你这种人不能去。你说我总闻到一股味道，他说什么是一股爹味？不过你管他叫爸爸，你这么客气吧，别让我再看见你了，否则你啰嗦。还有什么地方没有照？有个纸。明年我绝对不会再陪跑，皮总你最好履行承诺。银雕奖内场手环。去真的空间看看。真的空间他在直播。哇，这太适合我了。加油！季报男演员，这儿有东西吗？有啊，我在搜呢。换头术，这是什么玩意儿？肌肉1，身材也是假的。这里看看吧。哇，真的有湿漉漉的泥。为保证拍摄现场的整洁与安全，严禁携带食物、液体等入内。即日起对拍摄区域停止供水。哦，停水了这里。客厅看看。欧蔷薇的事务所成立。嚯，各种上头水。这是一瓶度数很低的上头水。这是什么？啊！求婚成功，成为人生合伙人。哇哦！原来要搞这个。哦。哎，这里面会不会拍到一些什么呢？固定机位不能移动，那它这是不是应该可以拍到一些什么呀 ？SD 卡被拿走了。小何呀，哎，徐总啊，怎么了？案子查的怎么样了？很好，正在搜证呢。哎呀，这个呢，是我们的分镜头脚本，就差最后一场戏了。发生这种事儿，真的一定要好好调查，给大家一个交代啊。好，那我还开个会，我就先走了啊。您去忙。这个我现在能动吗？这个 SD 卡应该是被我送到后期了。这个是没有卡的啊，怪不得啊。行，那好吧。那回头如果有需要，我再跟您说。好嘞。好，谢谢您啊。你的时间还有3分钟。侦探还有什么好玩的？需要我们一起吗？
你们是恋人吗？你知道他今天要跟你求婚吗？这个事情真的气死我也！又气死了。这就不是个东西。他为什么姓甄呢？因为他叫甄盖斯。朋友们，因为我拿到了你们的分镜头脚本，我想呢，现在趁着我们在这个环境里，大家能不能简单的给我走一下你们今天的动线？好，那我们去后面备场。对，你们去备场。OK。那个导演你来指挥吧，这个有分镜头本。好，来第一幕，为推蛋糕车入画。无实物表演。要推，然后在吧台找蜡烛，把蜡烛放到蛋糕上。我最开始把它先推在这里啊。好。然后推完之后，我就说，哎，这蛋糕必须得有蜡烛。我就想哪儿有蜡烛呢？然后就在吧台这儿。然后找完蜡烛之后，我就拿着蜡烛出来。然后把蜡烛都插好，然后一看，哎，应该摆在什么地方呢？应该最后，好，把它摆在这里。好，5分钟。好，然后退场，我就回去了。第二幕，搬着 KT 板。你推进来的时候，陈已经走进他的休息室了。对，我没有看到任何人。然后就把 KT 板放好，我放了5分钟，因为它很重。对，放好，然后到我就回去了。好，接下来张入画，打开柜门。打开的是这个柜门啊。然后当时呢，这个柜门可以完全打开。哎，就是这没有东西啊，没有东西。我就拿起了这2个，然后这里边原来还有很多那个气球，我就一直在这儿坐在这儿，我就打气球。他这个持续了10分钟。你用10分钟做了那么厉害的一个气球。绑，然后把它关上，然后把我打好的气球花放在这儿，我就走了。下一幕是大推着礼物盒入画。我推到了这儿，对，然后我就去那边倒点8加1，然后弄完之后我就看，哎，我说搁这个位置应该是不太妥当，然后我就把它放回到了这个位置，对不对？对，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对，接下来荣佑回来了，抱着那个熊，然后就把它放这里，放了以后呢，我就开始在收拾桌子。对，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可能，然后收拾的时候呢，我就看，哎呦妈呀，给特写，等一下。然后我就在收拾的时候，我余光就看见郝门卫就冲进来了。我想他因为就是戏外的人，那他就穿帮了，但是我们是不可以 NG 的。我想怎么办？然后我突然看见他其实是冲过来帮我去扶熊，我的熊这时候就掉下来了。但是这个时候我知道机器都在拍嘛，所以我就很聪明的导演，我就跟他说，耶，好棒。然后呢，他就感觉上是 salute， 就跟我感觉上在戏里的交流，发挥了一下，对。然后他就走了。好，这段我一定会剪进去的。谢谢导演，非常好的发挥。Good，I want you 。对，然后后来我就一直在这儿收拾了，我没有离开过。好，大张卫陆续入画。大张卫陆续入画，他一个人去就行了。他一个人就陆续入画，一个人我一个顶仨，是不是？大张卫，来。对，大你就去你那儿坐了。张也坐了。然后魏也做了，接下来欧入画。好了，可以了，不用再一人一杯啦。今天我们要举杯啦！好，恭喜！可以了，好，OK 哈。哎，你们能不能快演一遍？用4秒钟把刚才那全部演完。3、2、1，开始。人工加我！咔！导演出去。搜证时间到，请离开现场。获得万行充电机的玩家可继续搜证，加时100秒。这时还有个保安室吧？
很好。时间到，请离开现场。第一次集中推理，根据搜集到的线索完成推理。哇，精彩呀！现在来梳理一下人物关系。首先，这位就是真网红了，是我们这个戏的男2号。下面就是我们的女1号欧主演，这个应该是合作关系。可是呢，我又看到现场一个线索，他们难道是有爱的吗？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男1号，这2位是不是一种竞争的关系呢？再呢就是我们的助理，给他提供服务，然后我们的新导演是他的导演，等于是一个指导的关系。然后这2位融合，张是跟他是怎么着呢？目前还没有看到。好，下面请我们的嫌疑人上场。今天是我感觉到你们在搜寻的过程当中有非常多的交互。那这个交互的过程当中，可能能够掌握比原来更多的讯息，而且你们又在一起工作，所以有很多故事其实我是完全不知道。就像张飙车跟我说，里面有很多糖。血糖。什么糖？对，酒店大堂。对。我是一颗跳跳糖。所以呢，我们就是依次来分享一下啊。第一个要分享的是张飙车。耶！我来先介绍一下咱们大演员奇人。大演员奇人。根据咱们当地有名的杂志《数来屋》报道，上面对他的标签是短剧一哥、大演员、蔷薇的故事男主角。一个角色吃3年，面对质疑，大演员回应：一辈子专心为一个角色奉献，不就是好演员？这有错吗？一点错没有。这没问题。他的代表作是蔷薇的故事，因为他没有别的代表作。什么叫没有别的代表作？是有代表作的，是有。哎呦，你跟我拍了这几部，拍完没有别活找你啊？什么叫有的是活儿？但是他不接，他只接。我非常的坚毅，对，我不管多少年，我就精于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我演好了，我觉得是你培养了我，不能辜负你。作为导演，我太感动了，是吧？但是我这1年就拍那几天，你接点别的活儿啊？没事，我就盼着你呢，就等着你呢。然后找到了一个他的手机啊，上面有他跟他的经纪人叫小经济他们的聊天记录。就是说，大演员这个人对事业其实也不怎么上心，因为这4年的时间，他跟他经纪人就联系了这么多次。就联系了4次。他们家没信号啊。1年联系1次，联系1次顶1年。首先是48年的这个时候，他说的是蔷薇2马上杀青了，新工作安排起来，给我冲。那个时候他还是炙手可热呢。小经济啪就发了一个商业活动，叫惠民大卖场开业站台活动邀请，然后活动方特别强调让咱们按照蔷薇里的角色本色出演就可以，不差钱。然后大家回复收到。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其实他跟这个角色的形象是比较绑定的。然后到2048年11月的时候，他说昨天聊的那个剧怎么样了？我准备好了，随时进组。然后经纪人回复他，对方表示可能不行。所以其实这个离他爆红没过多久，所以其实并不存在说他自己不想演别的角色，但是可见就是他的形象受限非常大。然后呢，2049年的5月15日，他就又说昨天那个剧组怎么说？曾经说定其他人了。上午那个剧组怎么样？没过。2050年的6月20日是他们最后一次交流。大演员说蔷薇结束了，真的没有再多一部戏吗？小经济回复说，你知道像你这样的演员我很难的，然后就没有后续了。对呀，我虽然我没那么多活儿，但是我觉得我自个儿情有可原呀。然后因为我自个儿原谅了我自己啊，我觉得这样可以啊，自己很自洽，没有追求那么多呀。对，你有代表作的，有代表作，我跟着您混了，您大导演，是不是？您觉得可以？但是你也还在追求其他的呀，不是说你完全就心如止水，说那没关系，我试过了呀，我试过了之后不行啊。你也没有别的短处，是不是？你只是因为角色被固定了啊，是吗？对，有别的短吗？我没有长处跟短处，我就是固定，就是稳定，太稳定了啊。他那个有一个爱，上面呢就是密码是一4位数嘛，然后我就翻开了他的一个连续3年的日历，
然后他都把10月28这一天标出来了。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然后他的派的密码就是这个1028。我觉得这个派里边2个线索是说明了大演员事业上努力的2个方向。第一个页面是演技 BB 机啊，他也是在演技上努力了的。它里面有几个课程：20分钟影帝速成班，10分钟让您的眼神超有戏，5分钟学会嘴巴演戏技巧，1分钟速成霸总的100个动作。也就是说，他在演技上的努力一共占用了他36分钟，太投入了，谢谢。我为我的事业努力过26分钟，一般人敢想36分钟啊，36分钟，哇，36分钟，多不容易！你们想想，哭去吧都，哇塞！我为我有这样的演员感到骄傲。我一共努力过36分钟，谁听了不得一盆眼泪啊？为你的剧会火，是吗？然后呢，另外一个页面呢是一个叫做大 OCP 进行策划，叫 CP 叫Adele，大家猜猜主持人是谁？主持人自己主持 CP 超话。要不说我很忙的，我接不了这些活，网上这些事儿，我光去回复网友，我就一天到晚忙得我乱七八糟的。暗恋人家？我没有暗恋，他是为了角色吧？对，你看看有懂行的，我是为了节目这个推广，为了咱们的剧宣传，因为咱们一季有一季的，对不对？对不对？然后所以说我得平时把自己绑定在。对呀，对，都有这些热度啊，然后让好多的朋友们觉得咱们这些糖是真的本主过来亲自撒。你实名，这叫什么？实名啊。实名主持啊！实名主持，对，真有你的，是不是？就是亲自跟人说，哥们儿今天有多甜，好吗？你这是往人嘴里塞糖啊！对，就是说哥们儿太甜了，快吃我！这个超话挺火的，特别火。但是呢，就每次看到他这个页面都是大演员和其他用户点赞了，大演员和其他，就是他亲自主持、亲自发、亲自点赞。好在乎你，而且还要抢首赞，而且我还把那天还有删帖，有人说我们俩八字不合，我说我是内八字，他是外八字，我们俩怎么了？就是这样，爱怎么着，我们就是这样啊！我再说一下这个 CP 里边的粉丝们啊，其实会就是更兴奋的原因是正主点赞了，我磕的 CP 是真的。你有参与这个超话吗？他都这么明目张胆了，你都不知道是他实名主持啊？我知道我们这个 CP 确实热度很高，是你没想到他自己下场。对，我不知道是他在操作啊。就所以说，这个演员他的所有的成就都是跟这个 CP 以及跟这个剧完全绑定的，捆绑。所以就是说，蔷薇的故事是他的根本，也是他的救命稻草，对他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然后就是来到了咱们这一季蔷薇故事的拍摄。第一天拍摄的时候，第一主演欧主演，第二主演大演员，特别出演甄网红。甄网红是来客串的。等到第二天的时候呢，这剧本上写着第一主演欧主演，第二主演甄网红，第三主演大演员，共同出演张飙车跟农夫庄。我们是客串。懂了。然后到第三天的时候，第一主演欧主演，第二主演甄网红，共同出演大演员。啊，怎么样？气的。到第4天，哥们儿连巡演都没有，只在超话出现了，怎么样？你看，就是我是一个，你是不是重心有点放偏了？会这样？专门主持去了是吧？知道吧？怎么会这样？就是4、5很奇怪啊，就是4、5的剧本，第4天、第5天的丢了，直接就到第6天了。因为我后边写了一句，就是说，最后我有一个誓言，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这是我。这是第6天了。本来这个东西都拍了4季了，导演，咱们相濡以沫，是不是？是的。因为之前蔷薇的故事拍到第4季的时候，导演个人宣布说，蔷薇的故事第4季就完结了。后来李总说要拍第5季，而且呢，这次是他自己投资，他来管理，他来做这件事儿。这第5季我没接任何活，我来了，好吗？但是您非得弄一新面孔，叫这个颜值博主，来了一个突然间横空出世的一个人，甄网红。
然后呢，新导演这一季宣传了一个新的他的拍摄方式，叫做一条过。一镜到底。对，就是说这个。这个太厉害了，就是说他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他只要开机了，如果我是主角，我在这个镜头里我就是主角，但是如果当时我没在这个镜头里，别人走进来了，别人就是主角，因为他只能一条过。明白？对，就是这一条里有谁，谁就是主角。这算是监控式拍法。对，他走这个路线是非常前卫抽象的，然后就是非常的厉害。走的是一个前卫抽象，执法记录仪的拍法。听出来了，这个组有多穷吧？真就是一条过。我问一下，我稍微问一下，因为今天我听了那个，就是大家走的这场戏，其实相当复杂。可是我在现场看到2台那个固定的机位，我问一下，咱还有别的机位吗？没有，就那2个。好，没事。一台全景，一台近景。我的拍摄理念是这样的啊，就是进我的组的演员呢，首先素质很高，明白？他有非常完美的应变能力。我懂。你不管出什么事儿，你自己折过去不就完了吗？好，就心态好就完了嘛，对不对？我们观众就是通过这2台固定机位，所以您的这个不但是沉浸式，叫偷窥式观影。好，那就是所以那然后呢？然后这就等于是，首先这件事情让我非常不舒服啊。我了解，我非常理解，我非常理解。然后这一季还是我跟欧当这个主线人物嘛，对吧？哎，但是就在第1天结束拍摄后，我收到了这个新给我明天的剧本。剧本啊，突然间有一个特别大的调整，变成了欧大真将4人拍摄公路飙车戏期间大晕车，欧为大姜片大已死做局，进入海中诱骗异能者救他。一个新的人出现了。对，当时我就感觉为什么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他也不给我解释，然后就这个事儿就这么发生了。我只能说，为了你这个事情，我在前1天晚上进行了很长时间的 battle 跟皮总，但是我无能为力。可是你要相信我，我一定是为你争取的。你跟我拍了5季了，你不了解我的为人吗？不了解。你不了解我的人品吗？还真的很虚幻，因为我精通超话里没有你啊。然后我反正就是在完全我收到剧本的时候，等于是他是直接的通知我，并没有跟我商量。我只能说我是替你争取过的啊，争取过，谢谢你啊。第2天我是第1次要入这个下水戏啊。你要以死做局，你肯定要下海啊！下水不是下水，下水戏不是在那吃下水。然后呢？卤煮，在那一直吃卤煮，吹天卤煮好玩。然后我为了练这个下水的戏，特意买了个洗脸盆，然后练习了一晚上憋气。但是没有想到的是，第2天我拍摄我晕车，欧贴心喂姜片的时候，我真的吐了出来。我以前从不晕车。哎，这事儿就来了。咱们当时不是说了，咱们这个戏叫一条过嘛，对呀，对吧？然后我就秃了呀，我就拍不了了呀。哎，真上来说他能拍，他就开始拍，他就去医院了。因为确实没办法，因为欧的时间有限，所以我就不能因为你去医院了，我就不开工啊。那我就必须得想辙嘛，我得有备选方案嘛。但是你为什么会吐，我也有疑虑。那然后呢？对，然后就是跟刚才都对得上了，就是2月1号，他那个医院给他开的这个强效止吐药。这里是2月2号他去买的快递，然后要一个带刺儿的仙人掌，长这个样子。第3天，然后我为了不再被这个抢戏了，我就赶紧的一大早我就咣叽我就去了这个剧组等着现场。哎，我刚进剧组呢，真就端着一个保温杯，然后就在我们俩擦肩而过的时候，我闻见他那保温杯里有那个是那个姜片的味儿。我感觉哎，跟我那个昨天那个你喂我这个姜片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味儿，然后我就明白了，是真给我做了手脚，就是在姜片方面，然后目的就是为了抢我戏，然后我做了一个非常成熟的反应，我去订了一个仙人掌从马耳他，然后呢，
然后呢，我把仙人掌这个刺啊，一颗一颗的拔下来，然后上面搁一个卡片乱送。这个意思就是在于，如果不是大跟欧去拍这个戏的话，有很多粉丝就会抗议这个戏，然后要显示我的重要性。你在模仿粉丝的手笔去做这个事儿。我拿那个就不准拆 CP。对，然后想争取回这个机会。哦，原来这事儿是你自己干的。对，你知道为了这件事儿，我之前还特意喝了很多止吐药，就是我为了今天我怎么着不可能都吐了，我果然没吐。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哈。我后来脚被仙人掌刺给扎了，然后就是这是搬起仙人掌扎自己的脚，咱就是说命运的回旋镖，直接回旋多在我眉心上，就是这种感觉啊！对对对，然后我被扎了之后又进医院了，我又住院了。对，对，那天本来是我跟他的戏，本来是英雄救美的。结果最后那个被针救了我，懂了啊，就是这样，他就针就代替了他演了他所有的戏。然后到第4天，我带着伤回到片场的时候，我听见了针对欧说，从此以后站在你身边的人就是我了。我带着我的瘸脚回来之后，听这么一句，你们猜怎么着啊？哎，我被气晕了，我又住院了。这赖谁呀？这真不赖我们，这也不赖剧组，我觉得一共6天7天的周期，剧组不跟你索赔已经不错了。我一共拍了不到5天戏，住了3天院了啊，已经啊。命苦不能怪剧组，全剧组怎么等你？哥们儿身体真的受不了了。到了第5天，我昏睡了一天一夜，等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然后呢？我收到这个信，跟我说明天要拍的，就等于是第6天了，就是今天了，ending的戏了。对，戏的内容已经彻底变成了真和欧成为了律师事务所的这个合伙人。啊，这回反正就是说，医院都劝我别来了，就是说你回家待2天吧。然后你不出门没那么多事儿，你出门你太倒霉了，少出门。所以我就恨呐，所以我在那个台本上后来写了，就是说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就是这样一个事儿。反正从他的角度来讲，进入到第5季之后，他的角色一再被抢，而且他遇到很多倒霉的事，特别是那个姜片的事情，他从心里是认定是真做的。被加。而更可怕的是，当真和欧成为合伙人之后，如果真的有第6季的话，也没他的事儿了啊，是挺绝望的一个心情。大这个边的证据就差不多是这样。然后在这个拱门后边这个位置，有一个小空间，里面有个废纸篓，然后里面扔了很多纸，就有锡纸，有那个包装纸，但是里面呢找到了一个没有标签的小喷壶。小喷壶就是这样的一个，然后里边是不知名的液体。写了东西吗？没有写，没有任何的。对，但是是半瓶，肯定使用过。然后我不是去了那个门卫室吗？然后门卫室外边其实标了那个郝门卫的电话，我就给他打过去了。喂，你好。哎，您好，是郝门卫吗？哎，这里是郝门卫，您哪位啊？哎，您好，我是那个《蔷薇的故事5》剧组的人员，然后我想问一下，您今天有一个情况啊，就是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您不是入画了一下吗？当时是发生什么情况？你必须这么做？我今天是去巡逻完了之后，我就回片场来看戏了。结果我进门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大白熊，还穿着婚纱一样的东西，还挺好看的，但是滑下来了。我怕地上那个灰尘给它脏了，怕影响拍摄效果，我就赶紧过去给它挂在架子上了。就是你看到它正在滑下来的过程，然后冲过去没让它着地，是这意思吗？哎，着地了，应该是他穿那个衣服没挂住，然后就滑下来了。哦，明白。啊，就是，但是你也没看见后面有人什么的。哎，没有，这没有。好嘞。我服了，我就赶紧走了，实在不好意思了。哎，辛苦您，谢谢。他的回忆就是跟荣基本上对得上。哦，时间点差不多是在2点25到2点28之间。然后我看了那个熊的那个背后，那是一个拱门嘛，所以其实跟走廊里边是通着。
那个点熊倒的话，那很可能说明那个时间有人从走廊经过嘛。我画了一下那个图，因为是这样的，那2个摄像机是能够拍到整个客厅的全貌，而如果想要去到202真的房间，只有楼梯这一条通道，那么能看到这个楼梯的走廊这个位置的是只有这个拱门的这个位置。对，而这个拱门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无数次的被巨大的东西挡住过。对，比如说礼盒，比如说蛋糕，包括这个玩具熊。当这个玩具熊，还有气球那个门，对，当这个玩具熊放到这个拱门的时候，人只要蹲着过去就不会被拍到。对。而这个过程当中呢，在201的吸音是可以全程看到的，就是监控画面里面有没有人，比如说在后面穿镜，你是能看到的，对吧？如果你没有的话，就说明当没有这个熊挡住的时候，或者是其他那些大的物件没有摆在这个拱门的时候，这个人是没有办法上去的、上楼的。对，这是一个凶手必经的地方，除非他有别的方法杀掉真。我觉得他提供的一个时间点是有没有可能有人蹲着身从那走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熊？我觉得这个是有对，是。而且这个有可能是回来了已经，对，就是不一定非要是去的时间点，因为那个已经是25到28了。对，接下来是荣来分享。哇，我们可以看他这个，我们来可以听听欧的故事了。人家说你，我在说你。我去的欧的房间，因为当时去的时候我是比较怀疑欧的。我在他的屋子里，很明显的一个架子上放着很多他的照片，什么短剧女王这样子，但是也有一个是未来的横屏剧影后。就他把它放在很显眼的位置，并且有很多粉丝给他的写信。里面也有说，哎呀，姐姐好棒，但是姐姐一定不要再演短剧了，一定要演横屏剧，这样的信有很多，就证明其实他是横竖影后啊，横竖都是影后。因为我确实是个有作品、有实力、有粉丝的三有演员。三有啊，三有，而且还有超话呢。超话是必须的，这是最重要的。粉丝给我很多的美好的期许。对呀。希望我在横屏剧的世界里面继续努力耕耘，因为他们觉得我是有实力的。但是《蔷薇的故事》是我永远的社内第一个，我就是所有的剧我都会排开时间，必须要把预留给他的时间，因为代表作。对，这是我的代表作。对对对。好，接下来呢？接下来有点难问那硬问。我知道你现在是炙手可热的短剧女王，但你是怎么到今天的位置的？因为我在一个电脑里面发现了很多网友去挖她的以前的历史，就是欧主演的励志爽文大女主。No， 背后隐藏很多就是你想象不到的，比如说她还是小演员的时候，然后所有前面大家都是群演一堆，然后所有人都是没有什么表情，但是她就哇哭的梨花带雨的。我觉得这不是黑料啊，这是她的成分，她努力啊，她努力啊。但是网上有这样子的说法，就带节奏，这叫。也可能是吧。比如说她就是欧蔷薇这个角色，她也是偷来的，试戏的时候呢还是女4，但是等开机的时候就突然变成女1了，然后网友就说哇，这恐怕是一个女演员，哇，她靠各种手段上位的吧？比如就是说一直以为你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人，但是没想到你是耍心机这样子的。我一个科班毕业的女演员，我耍什么心机啊？那所以你是靠你的实力，当然真的是靠你的实力。导演为什么？就算是靠实力，我觉得，比如说女4啊，如果因为就说明原来是有女1的候选人嘛，没有这个说法，没有，这都是谣传。我当时在选女1的时候，真的好波折，因为没有一个能入我的眼的。直到有一天她出现了，你知道她有多厉害？她直接坐到我的对面跟我对戏。我当时就觉得，首先她很勇敢，其次呢她很自信，然后呢她所有的表达
都是我想要的那个点，所以我就说这就是我要找的女1号，我就定了她。其实定她的时候，其他人还没有定呢，但是定完她之后，我才去按照她的这个感觉去给她配跟她一起的这个演员，来完成我这个作品，完全是凭实力。对，因为我去试戏的时候，给到我的是女4号的台词，可是我自己的这个人生的信条，就是大女主。我就是觉得女性一定要靠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到自己该拥有的一切。所以我去的时候就奔着这个角色去的，我做了很多很多的准备，这是我为我自己的实力想要去证明的这么一把。所以到了导演那里的时候，我就没有按照女4号的词说，我坐在导演对面，我就把女1号的词全部都说了。而且我这个戏原来是叫蔷薇的这个女1，我看到她之后，我改名叫了欧蔷薇。对，别人是没有空间的。导演对我特别特别的赞赏有加的，真是无条件的喜欢。对对。然后呢，我在一个非常隐蔽的角落，一个台灯的那个底下，它是用一个胶条粘在底下的一条纸，然后上面是一个叫银雕奖的颁奖的。银雕奖啊！银雕奖内场的一个手环，那个手环的背面。他写了几行字，第一段字呢是明年我绝对不会再陪跑，意思就是说，哎，那当年他这个奖他没有拿到，已经提名过了，然后又用另外的一个笔写了一个说，皮总你最好履行承诺，所以你做了什么让他给了你什么样的承诺啊？是这样的，第4季他已收完结了嘛，就说无所谓，那我明年不拍了。我就跟我经纪人说，把所有的时间排满，就5、6月份就等于没留时间，对，不要留下来了。对，然后后来这个皮总就找到我说要拍第5季，说你要回来的话，我给你这个银雕奖的女主角。这个对我的诱惑还是很大的。我想说，那因为我已经陪跑了好几年了嘛，我说那我很想得到这个东西，我也很需要这个奖来证明我自己。然后我就跟我的经纪人说。那这个事情我要去，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我说欧大新3个人，一个不能少，必须要按照我的要求来。皮总同意了，我才回来拍的这个戏。感不感动？我刚才还在生气呢，因为我还是非常看重我们这个 CP 和我们整个剧组，只是没有想到横插出了一个真网红，对吧？后来我就发现了真网红跟欧的故事了。我发现了一个 pad， 这也是一定是欧藏的。然后那个 pad 里面呢，有欧和他的经纪人的一些聊天对话。51年的2月1号晚上23点，就是很晚了，经纪人发了一个视频。家人们可到真的了！一日晚，真网红和欧主演被拍到一同聚餐，期间两人举止亲密，自然搂肩。珍妮小子是真沉不住气啊！结束后，2人一同离开餐厅，短短几步路，竟然暗戳戳甜蜜牵手，之后更是同回酒店，旁若无人，当街接吻。谁懂啊？纯情小狗 vs 知性姐姐，随体粉吃的简直不要太好！什么东西啊？没听懂，我哥哥。我给你复述。来，我来给你演一下。家人们谁懂啊？来，家人们谁懂啊？喝到真的了。就是有一天呢，于季就拍到了欧和珍一起在餐厅里面吃饭，然后呢，那个珍还这样就是还勾肩搭背的，然后俩人还一起走回酒店。对呀。然后互相中间还有牵手，然后呢？还有2个人亲吻的那个镜头，什么？但是没有拍到完全，就是2个人是头对头，只拍到了一个，也可能是借位哦，但是不知道。所以这是怎么回事？你有跟珍去单独吃饭吗？是不是单独？是剧组聚餐啊。我怎么觉得这一趴我录过，或者是我人生当中经历过，好熟悉。然后呢？然后剧组所有人就一起去了。他给我发的这些视频，所有的动作我一点都不记得，根本没有发生过。比如说他搂肩，我们牵手都是没有的，但我们可能有并肩走，然后还有接吻，我也是站在那里，他的头就这样子了。然后我懂你的意思了，就是如果他知道有人在那个位置拍。他走到你身后，不需要碰你，但是他手放在这里，就是搂你的肩。对。如果他知道那个机位，他如果用手不停的这样找，总有一刻能感觉到你们在手牵手。搭过的时候就感觉上是手牵手。对。我要问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整个饭局里头有人提到过我吗？因为我在呀，我住院了。哦，你住院了，他住院了。哦，那个这个饭局是为了庆祝你的这个啊！哇，这个世界根本没有我的事儿。然后经纪人把这个偷拍的视频发给他以后，然后欧的反应就是皆想杀人。什么？实锤证据，皆想杀人，皆想杀人。对，翻了个白眼。对，我就很生气，我说这个男的没事吧？哎，他第一天来的时候，因为他营销的是颜值博主啊，当他来的时候，我见到本人，我说就这。怎么回事啊？这个人，我说是带资来的吗？干嘛？我也不知道皮总怎么安排的呀。结果来了就演，第一天就已经让我很不爽了。我们本来演的就很正的律师剧，两个人在对抗什么的，他上来一个讲什么我是异能人士啊，飞到哪里去了这剧情？我就瞄了一眼那个皮总说，继续。OK 啊，那这个戏是一镜到底啊，我们只能演啊，就演下去。我就觉得这哥们儿这会儿心理其实，在监视器后面，这一切在你的掌控当中吗？不在我的掌控。了解。但是我也惊呆了，对，他的应变能力非常强，他又把他拽回来了。哦，对啊，所以就只能这么演。是说第一天拍摄就对，第一天拍摄就这样。对，后来就是很奇怪，我就觉得这男的就是有问题。所以你看，第二天我就说跟他吃饭，我说聊聊天，看怎么回事嘛。那结果第二天就出现这样的事情，我更生气了。明白，他自己为了炒作他做话题。然后呢，经纪人就扔了一些截图进来，比如说有奇迹小欧，一看可能就是欧之前的粉丝，说哎呦，转型没一半就迫不及待地谈上了，恐怕真空降你也乐在其中吧，亏我那么喜欢你，脱粉了。然后呢，下面就说哦，你们怎么能这么说呢？姐姐的转型可能是从大女主转成恋爱脑而已。阴阳怪气。对，下面的人说，哎呀，楼上的你也没有放过他，就是反正有很多的粉丝就是对他。你好会读评论呀，就是他这个怎么都带语音，惟妙惟肖的，每一句都带语音啊。没有发现柔从上来就开始带着那种情绪。导演第6季，导演，这也是我启用你的原因。对，我删贴了，对我得一眼就身上很有戏，就是那个角色，没有一句平淡的平时的话，每句都带了节奏，没有一段正向的话，对，都能给你读成心机，都是网络用语，真的，出那个网络的那个感觉，对，好笑。最后一个是一个2月4号晚上10点45，也就是昨天晚上，欧给假化道，就是管我们化妆和道具的那个人，发了一张图片，说真求婚成功，成为欧人生合伙人，这个一个道具的一个，就可能是欧发现了，所以欧就把这张照片发给了假化道，说这是，然后一个问号，然后假化道回复他说，甄老师刚刚跟我们说，让我们把明天拍摄用的束缚换成这个内容。他做点。不是，就是照我们的常识哈，如果一个道具啊什么，他们要换这个东西，不是一个演员可以去决定的。对。所以欣，你知道这个事儿？我今天要拍摄的内容就是大家庆祝这个是那个事务所成立。对，我们不知道有求婚这件事情。昨天2月4号的晚上，大概10点40分的时候，因为我们排完第二天的戏，看大家陆续离开了。然后呢，我就看到真鬼鬼祟祟的抱着一堆东西去了这个服化道的道具间，我就觉得他不对，我就想跟着他进去看。我就看到另外一个束缚，就是恭喜欧蔷薇的这个成立事务所，然后真求婚成功，成为欧人生的合伙人。我就拍照发给这个假化道，我问他这怎么回事，然后他说是真嘱咐他明天要换成这个的。我就联想到明天我有句台词是真问我是否愿意让他成为我的合伙人，我的回答是我愿意。这是我的台词。然后加上今天荣给我送的衣服是白礼服，我就觉得哦，原来是真想让这个大结局变成真欧求婚。你问了假化道，假化道说是真要他做的，你有没有去问他？对，我去问他了。因为我不会允许欧蔷薇变成一个恋爱脑的一个女主形象，因为这是我们苦心经营起来的一个大女主的形象，我不可能让她这样崩塌。然后我就告诉她，我明天不会完成那场戏的。所以因为我们这个是不能 NG 的嘛，那到时候下来是什么东西就是什么东西了。这就是真利用的你们的拍摄方式的一个漏洞。
但如果他不在今天做些什么，不制止真的话，那他不是说这部戏被真捆绑，可能将来都会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哦，以后提到欧就会想到真跟他求婚过，不管他答没答应。对，最后被赖上。对，就是被赖得死死的。来，魏助理。喂。首先我不叫魏，我不叫魏。喂，我去的是新导的房间。哎呦，就先在他的这个 MG 圈里面写着啊，蔷薇花开4季，1季等待发芽，1季默默扎根，3季野蛮生长，4季蔷薇绽放，一起期待蔷薇最后绽放的美吧。就是说，它本来第4季绽放完之后，这个 IP 就终结了。这也就是欧和大从网上得知4是最后一部的当时的那个时期。因为我没有社交账号，但是在第4季开始拍的时候呢，就不停的有人在我旁边就是说欧的小话，就蛐他，就说哎呀他红了呀，他不想拍了，他家看不上你这个了。但是我内心是非常相信他的，我是觉得这是一个人品非常正的演员，所以呢我就注册一个号，把这个事情说清楚，然后我就写了这么段话。然后底下有很多热心的网友就说了，新导终于注册 MG 圈了，怎么第一条发的就是蔷薇第4季不录了？真的没有第5季啊？然后新导说不会有了，这是2050年的5月份回复的。然后2050年的6月份，有网友说欧飞升了，短剧留不住他野心可大呢。然后接下来在他的这个行李箱里发现了一个密封的文件袋，文件袋里写着真拼真能干，真的新目标。前几日真网红深夜与陌生女子共饮，并在酒后一同乘车离开，两人举止亲密。据小道消息得知，醉酒女人疑似从未露面的蔷薇导演新导演，更有知情人士透露，蔷薇5疑似重新开拍，真成功攀上新导演，携手进组，共创美好人生。又是真的新闻。2051年的1月5号，这可是真的搭上手了。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累了冲冲电，来瓶外星人。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大侦探官微，解锁更多节目惊喜福利和独家互动。上微博搜索话题大侦探，并参与讨论，和微博侦探团一起在线高能探案。短视频特别合作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特别合作中国邮政、同程旅行、百度 App、百度百科、醒图。